各位早安，这里是流星若风。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做刷线机。这是今天的讲师泥丸子。Hello，Hello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里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刷新机。好，这些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。玻璃可以是任何完整方块，平滑石头可以是任何可以充能的方块，然后地板门可以是任何地板门。好，那我们先把玻璃6个围成像这样的形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放地板门，记得朝外。我建议在这边打2个洞，水比较不会乱流，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这边放2个半线钩，在这边放2个半线，这样弹下去就对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手持剪刀对着半线按右键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方位。这边方位呢，如果你是面北或是面西的话，记得要剪左边的半线；如果你是面东或是面南的话，记得剪右边的半线。好，那如何看朝向跟坐标的部分呢？我们可以打开 F3，然后看到画面中红框的地方，然后画面上就会有 F3显示出来的英文所代表的方位。我们这边呢是面北，所以我们呢就剪左边的半线。好，接下来在半线的另外一侧的地板门上方，也就是这里呢，我们放一个平滑石头，然后这另外一边呢就放拉杆。简单就是你剪了半线，上面对着拉杆，另外一边就对着平滑石头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你拉2下拉杆就成功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现在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要做半线复制机呢？线呢有这几个合成用途哦，你可以做钓竿啊、做弓啊、做弩啊、做这些拉一拉杂的东西。其中的羊毛可以拿来做燃料使用，或者上面这个鹰架，你可以拿来做建筑的使用，这都非常好用哦。另外呢，你如果把半线放在地板上，它会是这个一个红石元件，虽然不常用，但是有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。另外呢，你如果拿半线去跟渔夫或是制剑师交易的话，可能会给你绿宝石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如果不使用半线复制机的话，我们只能透过击杀赤足兽啊、蜘蛛啊、洞穴蜘蛛或是猫咪来获得。或是呢，我们也可以丢金锭给植物林进行以物易物，它也会有几率给你半线。但是呢，这些东西都有缺点哦。如果我们要拿朱布林交易的话，这个会耗费很多金子。如果要拿猫的话，或是要拿赤足兽，我们要做那种和平生物农场，这也非常的低效率哦。或是我们要拿蜘蛛这些，我们都得要有玩家在旁边。所以半线复制就是你生产线最高效率而且最容易的选择。好的，丸子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半线了。如果你把线放在地板上，它会变成这样一个几乎看不到的方块，这就是半线。半线呢，它有红石用途。如果我们来到丛林神庙里面，来，你会看到地板上呢有生成这些半线，它会作为一个简单的陷阱来射箭到你身上。总共有2组哦，这是半线唯一会自然生成的地方。好，那半线呢？虽然作为一个红石元件，但它并不能触发红石信号哦，它只会侦测附近的实体。
如果实体被侦测到了，那它就会检查附近有没有半线钩。如果半线钩它两侧连成一线，中间又都是半线的话，那半线钩就会被充能，并发出红色信号。那如果像这边平滑石头半线钩附着了一个可以充能的方块，那它也会把这个方块充能。那如果是玻璃这种不能充能方块，它就不会充能。另外呢，半线最长可以连接到40格长，40格的半线里面只要有一格碰到实体，那这些半线钩就都会充能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呢？我现在来讲一些麦块的基本运作原理，等一下我在讲半线复制的原理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比较好理解。首先，我们来讲一下麦块的基本时间单位呢，就是 tick，tick 中文又叫做克，就是1/20秒。麦块所有事情都是用这个时间单位触发的，比如说食啊，或是水流啊、生物的移动啊等等的，都是 tick 来触发的。你可以把它简单的想成游戏里面有一个时钟，然后那个 tick 就是秒钟跳动一次的感觉，而在秒钟跳动一次的时间里面，它要处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。大部分的红石元件都是以2tick 为单位这样子运作的。那如果我们拿中继器呢，就是像是2tick，是4，然后6，然后8。再举个例子，水流呢是以5tick 为单位尝试流1格，那这样大概是1/4秒。如果我们拿岩浆的话呢，它是以30tick 尝试流1格，也就是1.5秒。再举个应用哦，这边有一个时钟，是以一个红石火把，然后2个1单位的中继器，那这样子就是6个 tick 为一循环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红石火把亮6秒，暗6秒，这样子我们就叫它6个 tick 为一个循环。那我们知道麦块是以 tick 为基本单位在运行的，那同一个 tick 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啊。那这时候麦块要决定这些事情谁要先发生，谁要后发生，就需要有一个规则。这个规则呢，就叫做方块更新顺序。方块更新就是我们在放置方块啊，或是破坏方块啊，或是让方块有所变化的时候触发的东西。就像是刚刚它要放让侦测器的时候，它有侦测器前面、后面会有它的屁股会有亮暗，也算是一种方块更新。这可以让方块检查自己有没有需要被破坏啊，或是红石有没有需要运作。比如说我现在破坏这个方块，那这些拉杆会全部掉下来，这就是因为这个方块更新的这些拉杆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应该要被破坏。好，那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拉下这个拉杆，那红石火把会启动，也会充能上面的方块。这时候这2个活塞都被充能了，那他们谁要伸出呢？因为只有一个可以被伸出啊。所以这时候呢，麦块就制定了一个规则，那就是红石火把上面的方块会先充能，然后红石火把本身才会给出讯号。所以上面的活塞会伸出，下面的不会。哦，对了，充能这件事情跟本身红石火把亮起是同一刻，所以我们才举这个例子。好，那现在如果我们不是一般的红石元件有这种特定的规则，而是普通的方块，像这个红石方块呢，它并不会有特殊的像红石火把那样的规则，所以呢，红石方块它就是依照一个最基本的顺序，那就是那你看到这一些是从西边，然后东边，下面然后上面，北边然后南边，这样子。让我为对，我各现在如果位朗读一次它的顺序：West, East, Up,
south, north, and south. Yep. 然后，所以呢，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红石方块打掉的话，这些地板们会全部在同一瞬间返回原本的位置。但是它们也是有顺序的，那就是依照这个顺序。如果我想要表示的话，比如说西方跟东方谁先呢？我就可以放一个活塞来测试一下。可以看到这边是西方的这个地板门先反应了，所以西方的侦测就会先反应，所以西方的活塞就先把它拉回来了。等等，好，我拿个活塞，我举另一个例子，像是这样，请你帮我再放一次重石块，因为粘系活塞它的特性比较神奇，我们改以普通的活塞，这样子比较直观。可以看到是左边，也就是西边那个方向的活塞推出去。顺带一提，你打开 F3，XYZ 往下数3个 facing， 可以看到我们目前面对的是正北，所以左边是西方。好，继续。好，那讲完了这些基本概念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其他不同的构件，它们有一些比较直接的规则哦，像拉杆。拉杆呢，它是会先充能拉杆本身，再充能拉杆附着的方块，跟红石火把有点不一样。红石火把是先充能它上面的方块，拉杆是先充能它自己。红石粉呢就有比较复杂一点点哦，因为红石粉它看似有点随机，它是会透过不同的方位啊，还有不同的象限来决定的。所以你如果在不同的方位或象限，那红石火把可能会不一样，但它仍然是可以预测的。可以看到我们跨越了 X 轴的正负向，它的红石粉的规则就不一样。它是可以被预测，但是非常难被预测。然后其他另一边也是非常极度神奇。哦，对，我们这一条线是 X 轴正负向，所以这边也是另外一种测试。好的，你丸子，我们现在来做什么呢？我们刚才有讲到，就是半线复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在对的顺序下打开水流。那我现在就要来介绍一些可以产生这些对的顺序的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说活塞哦，活塞它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，那就是它可以 QC，是这样子。当活塞上面的方块，假设上面有一个方块啊，假设活塞这上面的这个方块也被充能的话，那活塞本身只要在更新的话，也可以充能。但重点就在于这个更新。OK， 那重点就在于这个更新哦。这个更新呢，常常非常重要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把这个方块打掉了，它应该不能被充能了，但是它还有伸出，因为它没有被更新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破坏旁边的活塞，那它就可以更新。那如果呢，我现在把两个都充能，一个活塞，那这个活塞当然也会更新旁边的这个活塞，对吧？它们会在同时伸出，但是因为先伸出的这个活塞是更新后面这个，后面这个是被更新的，所以它会第二个伸出。我们这样可以造成一个顺序。那这个顺序我们用肉眼看不到了，
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机构2个面对面的活塞来表示。如果这个先生出，那这个就是先得到电源。好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就用这个 QC 的方法。这个拉杆它可以同时充能2个活塞。那这2个活塞呢，分别推着红10块。所以如果呢，我在这边放2个面对面的活塞，那我就可以看到，我拉了右边的拉杆，那右边的活塞就会先伸出；如果拉左边的拉杆，那左边的活塞就会伸出。那还有一个很棒的特性呢，就是这个顺序，事实上它是可以遗传的哦，就是它是可以传递过去的。我如果这边呢是右边的活塞先伸出，那这边也是右边的活塞先伸出，那这边也会是右边的活塞先伸出。这个顺序呢，通常是会一路传到底。那知道这个呢，我们可以来这边，你就可以看到呢，我们这边就是全部都用活塞的这个顺序法启动半线复制。应该是没捡到，得试试。好 ，it works。后面就长这样，非常简单的机关。是的。好，那又有一个没解的。是。等一下我剪一下。好。OK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就提供了各种方法。首先呢，当然是我们的活塞的方法，这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。其实跟刚才的大同小异，只是方向不一样。这个比较有趣是，这个是透过侦测器充能，侦测器会充能这下面这个方块。那这个方块呢，它就可以充能这个活塞，再更新这个活塞一起被充能。那2 tick 长的讯号，它就会让粘性活塞丢掉自己的方块，哦，然后再把它拉回来，这样子。现在规则是要先更新橘色这条线的哦。OK，是的，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的范例都是面北，所以我们都是先更新左边线。就是那如果你们是面南或是面东的方向的话，那记得改一下。就是 disarm 的被剪刀剪得过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把活塞移到后面，那当然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啦。那这边呢，就来了一些比较不是活塞的东西了。这边我们用的特性呢，就是中继器永远先于比较器。对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，中继器永远都会先于比较器更新。那么来到这上面呢，除非就是他们2个 tick 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上面呢，这边也是可行的，那中继器先嘛。好，那这边呢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放了不一样长度的中继器组合，但最后呢，它们的 delay 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4 tick 的中继器，那这边是2个2 tick 的中继器，所以加起来都是4 tick。那这时候呢，是这个较大的 delay 的他们会先，那比较小的会后。前提当然是他们要在同一个时间内更新嘛，同一个 tick 更新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一样来到这里，它也是可行。OK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一样是一个特性，这是铁轨。这边呢，我们用触发铁轨跟动力铁轨都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以动力铁轨为范例，离电源、离讯号源最远的就是这一格，但是我这边拉了这一格，那这一格会先更新，是很神奇的一个特性。
那是最远的先更新，而不是像那边的那么直观。我们要来到这里，我同一个们是 tick，用右边的拉杆，右边拉杆，所以左边的先更新。是的。这款一样吗？就是岩浆。哦，我要演示一下，岩浆事实上也是可以进行半线复制的。可是，在麦块的城市里面啊，岩浆在流过半线的时候，它自动设定成不会掉落，因为反正掉落会被烧掉嘛。所以这边的复制呢，并复制不出任何东西，就是一个复制空气的感觉，复制心酸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特性呢也是蛮特别的，就是任何充能的方块，大部分充能方块呢，都是会先更新充能的方块本人，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紫色的混凝土这里。那接下来更新完方块本人之后，它才会更新旁边的，就是你先看到粉红色的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有放一个小小的演示哦，就是放了2个不一样的投掷器面对面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物品呢在对面的话，那你知道它会先充能这一位，再充能这一位，所以呢，它就会把物品送回来。但如果现在物品在这里的话呢，它会先充能这一位，再充能这一位，所以物品就会被瞬间送过去，再送过来，所以物品的位置并不会改变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演示一下刚才我们就演示过的，就是直接有时间差，就不在同一个 tick 里面。这个呢是差了2 tick，所以2个可以很明半线显看到。复制也会有2 tick 的时间差。那这个呢，下一个， Next one，那下一个呢，这是差了4 tick。你可以看到这铁轨有一点点奇怪，但一样的东西，但就差了4 tick。所以你可以看到2个半线复制会有4 tick 的时间差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这边，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哦。这个机构呢会有6 tick 的时间差，但这个时间差哦，已经超过了水流的5 tick 的周期，所以这个会导致这个半线复制没办法正常运作，然后会直接被破坏掉。是的，不过当然啦、你最后会产出3个半线，可以说是一点点复制啊，但就不是周期性的，也不是永续性的。好，好的，念完这我们现在要来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效率哦。我们刚刚提到每一个线就是5 tick 会复制一个线嘛，是的，下一个。那换算出来就是每秒会有4个线。嗯哼，那我们有2个线嘛，所以就是每秒8个线。所以换算下来呢，每小时就是28800个线。每个线呢就是每小时14400线，所以它其实效率是非常高的。没错，好，那现在呢来介绍一下物品收集的部分。我们知道漏斗呢，它只能以每小时9000个物品的速度传输，但我们知道这边每小时有14400个，所以它是3倍漏斗数再多一点，我们需要有4倍漏斗数的收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，真是一个非常简易的4倍漏斗数，2倍漏斗数的收集系统，然后销毁系统。我这边呢就做了2个2倍漏斗数的收集器，还有2个2倍漏斗数的销毁器，就是它会丢到下面的岩浆国服里面，没什么意义，但就得给大家看一下。它这个呢是可以完全支撑得上半线的速度的。好，那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细节。这个呢是2倍漏斗数收集器，
把物品丢进去，我没办法丢。好的，那我需要丢一组你就丢一组组什么东西。这里有，然后这里也有，可以看到它就是2倍，它是两个消失了，很明显很明显。好，那这边呢是一个非常简易的2倍漏斗数的销毁器。现在放了熔岩锅斧，这时候呢它会自动侦测，我只要丢了物品进去，那它就自动把活塞升上来，好，以2倍漏斗数的效率把它销毁，也就是我刚才在那下面用的设计。投掷器也是一个远古的东西，它也是有 QC 的。是的。那现在呢，当然我们可以不要把这边用岩浆国斧啦，我们直接换成别的地面，我们可以用水流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。你也可以把它丢到容器里面。你们刚有看到吗？那个东西超酷的，对吧？但这边有一个缺点哦，就是它很吵。这个活塞啊，万一你只有用1倍漏斗数输入的话，会产生这种状况，非常吵。没错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就设计了一个一样是2倍漏斗数，但是呢，却非常安静的东西。哦，对，然后即使我用1倍漏斗数输入，它也是很安静。讲一下朝向，这个很明显就是朝这个方向，然后这个因为它屁股朝这里，所以它也是朝这个方向。那这个设计呢，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上面没办法输入漏斗，你被一个方块占据了嘛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又做了第2个设计，这个呢，你就可以放漏斗。好，那一样我们来演示一下。你在哪里？非常安静，而且双倍速。最大速率就是2倍漏斗数，也就是每次 tick 一个物品。嗯哼，漏斗是每8 tick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投掷器它是可以比漏斗快的。是的。那我们这边来看呢，因为你如果打开地板门的时候啊，物品很容易卡在一个地板门上面。这边呢，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来看这里，这里呢是一格流动的水，丢一个物品进去，它就会流下来。那正常的水长怎么样？那这就是，我们就把它挖掉吧。这样子，如果我们是放一个地板门这种东西，那什么都不会发生，它就是一个静止的水跟一个静止的水。没错。那这就是一格水特别的地方哦。方块在于，如果它觉得前面的东西感觉可以破坏掉，那它就会自动把这个水呢变成流动的水。那当然你前提是这下面也要是水啊。那这边有一些很特别的方块呢，就是不会被破坏掉的。来看一下，有发光第一啊，音架、蜡烛、一鞘、圆根，然后原本有浮离脉络，但是后来更新之后就没有了。啊，悬叶草，啊，梯子，所有的铁轨，小悬叶草，这个扇状珊瑚跟珊瑚一定要是活的，死掉就不行了。对，如果你没有像我把这些半砖含水的话，可能就会死掉了。对，所以记得一样靠水。这个是空气，理论上空气它也会形成流动水，但是一般来说，空气就会直接让水覆盖了，所以空气我们就暂时不谈。然后这是结构空位，是光源，那这2个东西只有指定拿得到，不过也是符合那些条件。最后还有这个红树林的树苗，通常这个用不了，因为它下面是你没办法用水，但是这个是可以的，因为它附着方块在上面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方块来制造出一格水。那半线它被认定是水流可以破坏的东西，
所以它会直接流下去。那水就会认定为可以流，所以水会变成流动的水。念完这，我们现在来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来讲一些这个半线复制的用途，这样听起来有点好笑，因为半线复制就是复制半线嘛，那它其实还可以有很多用途。比如说这边呢，我就做了一个不用燃料熔炉系统，只要把铁矿丢进去，它就会自动开始熔炼。竟然他用的燃料是羊毛，对，我直接把半线复制呢，复制出来的半线呢，用这个新的合成器把它合成羊毛，丢到这个箱子。那它只要侦测到这个箱子的羊毛不够了，它就会合成羊毛。那后面漏斗只要侦测半线不够了，它就像现在这样子开始复制，复制直到这下面的比较器侦测出哦，这边漏斗够了，才会停止。那这个设计其实有一点巨大哦，所以我在这旁边呢，又用了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设计，来看一下，一样把铁矿丢进去吧。哦，对，我是拿中键复制的，鼠标滑鼠中键。这个东西就是，好，反正就是一些时序跟控制。对，有兴趣的应该自己会看懂，或是直接抄就好。我们会如放地图档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的话，欢迎进这个地图来看看啊，或是进我们的 Discord，在下方链接没里面错，都可以来找我们问问哦。好诶，好，那我们回到这前面，飞啊，嘿，半线复制呢，它是以5 tick 为单位来运行的。是的，那这其实是一个蛮珍贵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红石是以2 tick 为单位，所以我们凑出来都是偶数啊，我们不管怎么凑都是2468，那测出基数很难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5 tick 回循环时钟。那这边呢，因为它是瞬间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取讯号，这些讯号它是太连续的。但是呢，侦测器事实上是可以侦测出它的变化。你可以通过侦测器，然后再接活塞，那它就可以以5 T 回循环。或是音符合也可以是的，侦测到。音符合，因为它是瞬间的元件，它瞬间到这些半线的充能都可以瞬间感测到，所以你看会小音符在上面跑。铁地板们也是哦，啊，地板们都是啊。大喇门也是的。OK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岩浆。岩浆呢，它是以30克为一单位，所以它很慢。但是不过，其实老实讲啊，30克中，这后面红石也是做得出来，也效果也差不多，所以没错，又没那么珍贵。就少不过呢，少一档。这边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，就是半线是10克重置的。那这个重置呢，我们就不需要靠第2条半线了，因为岩浆它是30克，它有时间的半线重置，所以这边的讯号呢是10克、20克、10克、20克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你现在画面上应该可以看到有一个我们地狱里面，地狱里面呢岩浆是以10克为一单位在走的，所以它会是一个10克的时钟。完全就跟半线的回归时间一致，也是很神奇。这边呢，我们放一个比较白痴的东西，就是销毁那些你不想要的半线，它完美的销毁了。
那这边呢还有第二种版本，这版本其实也很不错。我们刚才看到半线复制都从旁边流水，那这个呢是从上面来的，也可以试试看。这个物品收集事实上容易得多。哦，那我们来看这里，刚才说到这是瞬间嘛，它瞬间跳起来再弹回去。那如果像我刚才这边插了2 tick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羊毛，这是一个周期，这以5 tick 为1周期的循环里面，如果2 tick 是空白，那意思就是说剩下3 tick 是有讯号的状态。那这个讯号事实上活塞是收得到的，可以打开看看，然后放一个活塞。虽然一些活塞的 delay 的一些问题，所以其实它这个并不是完全的展示了这个以3 tick 讯号长的动作，但是我们呢可以来到下一个东西，就是以5 tick 为循环，但是讯号长只有1克这个循环哦。这个看起来没什么，但它事实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功用。tick 的讯号呢，可以把所有实体都推半格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活塞推人、推实体，它都会推一整个，就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，再把你一整个完完实实的推走。但是，一 tick 的讯号呢，就像这里所展示的，它可以只推半格，它会让你最后这个实体呢，完美的这条线完美的在一半格的位置。我们来到这里呢，在这上放一个盔甲架，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。那这个版本呢，我是故意用了3克讯号的延迟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因为音架是可以制造出1克讯号延迟。所以，事实上原本我们的铜灯啊，题外话也是可以进行1克讯号延迟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同样把它修回来了，真的很可惜。希望它可以把它修回去，这样子就不用这个诡异的音架设计了。这样来看，那这个呢是可以做出2克讯号长度的。这2克讯号长度是活塞粘性活塞把方块丢掉最长讯号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这里，这个错误示范。这个呢的顺序是反的。这它虽然用了3颗讯号，但是一样这个是不可行的哦，大家还是要注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里，也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，我们中间是差了1克讯号，这2个音架之间的更新差了1克，所以2个倒水时间也差了1克。来看看，所以它会是4克的讯号长度，但是因为活塞的也更新也 CD 时间，所以这个展示不出来，应该也没什么用吧。这些设计啊，虽然看起来没有用，不过哪一天说不定你在做某些神奇的机关的时候会用到，所以我就放在这边。如果用到的话，很幸运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好的，你完整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那呢，我来讲一些我自己设计出来的堆叠式的复制机，可以把这些原本刚才只有2个半线小小的复制机呢，把它堆叠放大到让你可以用最短时间生产出最多半线哈。这边呢，我用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特性，这个效率应该已经超过任何羊毛机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做各色对，羊毛染料，非常推荐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里呢，我用的一样是刚才铁轨的这个设计哦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圆的会先，对，这个侦测器会先，然后是这个，然后再透过这个墙壁的变形把讯号传下来，然后要用 QC 让他们收到，所以所有的发射器都在同一时间收到讯号。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复制是非常干净利落的，都在同一刻。
没错，那这下面，我放的是岩浆，不过当然大家可以自己设计出一个收集系统。没错，这边呢，我在旁边放了这个参考的，就是效率。那这个效率呢，其实只要你稍微再往上堆叠，这个东西是可以无限堆叠到建筑高度的，所以是的，你只要再往上堆叠，那它们的效率一定很高。甚至并排哦。另外呢，我来讲一下这下面，对啊，另外呢，我来讲一下这下面这个岩浆块。这岩浆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它会产生气泡柱。产生气泡柱的目的呢，是让这些飘到这中间半线呢，可以直接被卷下去，然后收集起来。如果我没有放这个气泡柱的话，那这些半线就会在这水里面飘啊飘，然后卡顿你的电脑。没错。到后好，期这种大型红那石很重要一点就是卡顿。是的，等一下你们就可以见识到什么是卡顿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在这边放另外一个设计。这个设计呢是基于地板嘛。这个设计呢，我事实上个人非常不推荐哦。来打开看看。首先首先，它非它非常的常吵，吵，因为对它的半线都在不同的时间复制，那不同时间复制的后果就是大家都在原来是鸡同鸭讲这样，七嘴八舌这样子，就是各讲各的，各复制各的，但这个也很不整齐。适合，比如说盖2个，然后放一个岩浆收集，拿来恶整朋友，超赞的。这个呢，我很不建议大型设计。这个你可以在初期生存来一点小小的，如果你急需半线的话，但不建议设计太大哦。对，然后这边呢，我还有用的是两个，就是旁边可能会嗯，卡住，这里也有可能会卡住，因为这里是空对，的。主要 OK，是卡在红石跟地板门上。没错，那这里呢，我用的更新顺序方法呢，就是用不同长度的中继器。可以看到这边一样是2个2tick，一个4tick，加起来都是4tick。是的。我们来看下一个设计哦。哦，然这个后另外，设计呢，我是启发，如果你有设计过海带农场，你就知道东西卡在水流里面有多痛苦。对，这个新的设计呢，我是灵感来自于这个火把。我原本是很苦恼这个地板门要怎么充能。我设计出这个火把塔之后呢，我就想说，诶，那发射器应该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吧？对，那我就用发射器一样用这个火把塔，就是这个一样，下面有这个岩浆块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掉进去的物品都会被卷下去。而且这次没有遗留的方块、遗留的物品了。好诶，不过当然它还是有点吵的。没错，那后来呢，我又再次启发，这个火把塔非常干净，它是用一个有长度的讯号开跟关2次不一样的脉冲，可以让它们分批发射。那你可以是的，看到这个粉雪，我只要按一次按钮，最后所有粉雪都会出现；再按一次按钮，所有粉雪都会消失。没错，那我就用这个方法再一次复制出一个发射器的复制机。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声音有点像马蹄声诶。各位知道以后做地图要做那个战争场面需要什么了吧？OK，这边都是随便高度啦，但是你们只要稍微增加一些高度，减少一些高度，就都没有问题了。Yep，然好，后效率记得除以9000，你就知道你需要多少倍漏斗数。最简单粗没错，暴的方法就是多加几个漏斗啦。啊，漏斗串在一起是没有嗯，用的哦，各位，他们要分别输出到自己的输出里面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，
这边呢，我是先设计出这个塔，然后我才想出，那我要怎么让他们有顺序？用这个非常诡异的东西，大家看看就好了啦。如果你们以后有什么不确定的东西，当然就是自己试试看，你或许就可以试出一个非常好的但很诡异的设计。非常好，但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很诡异。看到，对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活塞是有人先伸出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所以呢，我就设置这个非常巨大，可以往3个方向都可以堆叠的半线复制机。你如果仔细看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，我算一下哦，26乘以4乘以12个半线。那简单说就是每秒4992个半线，每秒78组的半线，很可怕。每秒78组，那就是这么多组每小时，大概就是每小时各位，它其实是6个方1800万。向，只是你会有高度跟最低的限制而已。水没错，平的4不过当个方向你然区块就完全载入，可以。也是要注意的一点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当然最大的限制就是你的电脑啦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开看。哎，你你现在就 item 要来 delay 启 item 动。delay，你站在旁哦，好，边待命。我把物品全部删掉，然后开启，非常的壮观。我们会 replay mode 出一个没有卡顿的影片。现在呢，我们是所有物品都删掉状况。那我如果现在把它关掉呢？可以看开始卡了，开始到所有物卡了。品都对，好，赶快关掉，喂，又回来，又回来。又回来。对，哦，对了那我们把它关掉吧。，item physics light 可以有效的减少一点点它的这个卡顿，有效的减少一点点，没错。好的。大家欢迎仔细来研究这个设计哦，也可以自己再设计出更好的版本。好的，泥丸子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来进入影片的最后一个部分，那就是多单位复制。我们刚才都是以2个半线为一单位在复制的啊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试试看以多个半线为一单位。很感谢我在哔哩哔哩上面看到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我会放在下方链接，它启发了我研究出这个东西。那多单位复制呢？我们现在讲多单位复制就是这样子。这多单位复制，好的。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到，所有半线呢要这样交错剪，就像斑马一样，就是剪不剪，剪不剪这样子。没错。那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多单位复制呢，我所整理出来的规则。第一个规则就是，如果你现在是面北的话，我还记得是左边要剪嘛，那就是左边第一个你要剪，第二个不剪，第一个剪，第二个不剪，然后我们也这样一路更新过去。那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我们把它分成2部分进行复制，就是我们中间会有时间差。那时间差呢就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分成2部分嘛。2部分呢，我们这一定是双数，2部分一定要是单数加单数。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部分是5个半线，第二个部分是3个，那加起来是8嘛。那我们这样就是减不减，总共8个。第3个规则呢，就是第2部分一定要是从尾更新到头，有别于我们刚才教的东西都是从头更新到尾，这边一定要反着来。那第1个部分呢，可以是从尾更新到头，也可以是从头更新到尾。绝对不可以的就是中间无序的，比如说1、2、3，然后跳这边4，绝对不行，这样会坏掉。完全行，不行。如果你现在听不懂的话，那我们就来看这边的一些范例吧。这边是我们分成2部分，第一部分是3，第二部分是1，3加1等于4是双数，那3跟1都是单数。
我们可以从头更新，可以从尾更新。那我们如果从中间来呢，就会坏掉。啊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，这是一个完美的错误示范。我们看到这边呢，理论上这个铁轨嗯哼，跟这个侦测器这2位会同时更新。然而这边侦测器的一个规则，铁轨会先更新，所以对侦测器的一个规则，侦测器会先更新，然后它充能的方位才会更新。所以我们侦测器会先，那这就违反我刚才说的，一定要从尾更新过来。所以这边第2 part 有错了。前面虽然可行，那后面你看就会出现错误，然后会导致整个半径符就坏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跟看起来有一点点复杂，但其实很简单哦。就是1、2、3这个不动，4、5、6，3加3总共6个的设计。所以这个不管呢，我们是从这边远的铁轨先嘛，然后是它，才是它。那前面当然你可以反着，也可以顺着。就它不管怎么样，一定会侦测到这个，然后发送给上面这个，然后下来，哦，看到尾巴了，从尾巴开始，然后回来到这里，就是如此。Working perfectly，非常完美。那这边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设计呢，就是这个是9+9。我们刚刚提到铁轨最长的充能距离就是9嘛，那我们就把它拉到底，就9+9。我们一定要用2种不一样的铁轨，才不会互相互相更新。直闪。对那也一样把它打开， ，perfect。非常完美。对，好，这个其实我最推荐，因为这个它体积算是小，然后很快，大家适中，就是不会对你的电脑造成太多负担。没错，像是每小时大概26万个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。这里呢，我们刚刚提到半线最长就是40个，那40刚好是双数嘛，就把它拉到满。啊，这边是一段式的，所以它没有时间差，所有活塞都在同一时间伸出。我在这边看到这个，这只是为了延长讯号的。下面这个标靶一样有被充了。那等到这边所有红石粉都充能之后，这边才会给它一个延迟，再用这个铁轨充能下面的这个活塞，然后这样一路更新过去，更新到这里。没错，所以这就是 我们呢 QC 的强大。你可以先全部没错，充好人，再一路更新过去。你充好人了，所以这样你可以完美的，然后等待，保证所有顺序都是对再的。QC 过去。没错，好，我们来打开一些显示距离的问题，40个半线，对，舒服，非常赞啊！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里。这边呢，我来解释一下刚才什么叫一路更新过去哦。这边呢，我有一排的投掷器，尾端这边是一个发热器。这些投掷器跟发热器都是空的，唯独第一个里面装了一堆烟。那我如果现在在同一个瞬间更新过来，那是不是瞬间会把一个物品传到这边，然后瞬间发射？哦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把所有的活塞都 QC，但是没有给它更新，所以它都没有伸出去。那我现在在这边更新，有一个烟火。我要玩，在这边更新。所谓一路更新过去，就是
石头更新下面这个东西，下面更新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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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又更新过来，更新到它，然后也更新它，哎，看有没有人可以更新的，所以它自己就发射。对，这里呢，如果假设我们顺序错了，比如说我先更新这第二个，那就会导致有物品呢，它会先发射，那它发射之后，物品就会才发射过来，就导致物品卡在这里。所以没错。这就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照着顺序来。好，那这个后面这个设计呢，我一样采用了这种火把塔设计。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个巨大的、非常巨大的半线复制机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来讲几个有趣的设计点哦。啊哈，第一个呢，我这上面呢用的是瞬间铁轨，没错，我用的是活塞。活塞呢，它被 QC，但它又没有感觉到，所以它就会一直这样状态。但这个铁轨只要闪一下，就发现诶，我有充能，然后这个活塞就会伸出去。但它伸出去的瞬间，它就发现诶，我没有充能，红石快被它自己移走了，它就会伸缩回去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方块更新的感测器哦。那这边呢，我就可以拿来做瞬间铁轨。你可以再开一次，然后关掉，它会按一下，然后再亮起来。没错，对，这件水道那这还是下面呢，泥丸子自己设计的，真的超强。我这边用到了刚才说的一格水，这下面呢，我用了一堆发光地，它藏在这下面。你也可以用旋根，会有一样的效果。然后这个天才设计，水流中继器，对，水流中心器的概念非常贴切。我们来到这上面了，这上面呢，我们侦测完这些铁轨之后，会充能这一排平滑视图。然后呢，我在这边放一个音阶盒，这个音阶盒呢会被充能，然后更新这一位活塞，那就一路更新过了。当所有活塞要伸出的时候，它把堆肥桶推到比较器前面，那这个比较器呢，它就会收到讯号，然后充能这个红石火把，然后再这样上去，就变刚才提到的火把塔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东西，我没有设计的非常长，就40个，也对，长不了了。这40个呢，这样讲总共是560个线，总7格高。560个线呢，这样是806万每小时。第我们这806万每小时已经非常接近旁边那位大仁兄，旁边这位仁兄的产量，但它很小，对所以它事实上是比那个更优的设计，而且它在收集物品的速率也是高很多，它不会让物品一直在空中掉落哦。另外，来卡顿你的电脑。这个是可以往上堆叠的，对吧？对，没错，你可以无限的堆叠。没错，我这边只用了7格，但你可以用100格也没有，只要你电脑撑得住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下一个设计。等一下，我讲刚才那个解一下设计呢，这个水流中继器。就是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水流过来，流到这个半砖上面。嗯哼，这半砖呢，半砖发现旁边都是好像可以破坏的方块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可以造成单格水。发光第一，那这单格水，对，那它就会往旁边流。
就会流向那个水源比较少的地方，我也不确定为什么，但是它会往水比较少、比较薄的这个一格的地方流，所以然后，它就会把水冲到那边，然后再把物品冲过来。所以落在水薄的这一段，它可以从半砖底下穿过去；落在半砖上的，可以被送到水薄的那一段；水厚的这一段也可以直接流过去。没错，那我们单来讲下一格高，个设计一啦。格宽。这个地方是流星若风非常引以为傲的，因为这个水流呢是它有参与，我把你的头打掉，对，你我拿到。有参与设计的，对，好啦，我就只是就这个呢事实上。这花花其实我水。蛮佩服的啊，这个真是脑洞大开。我们来切观察者，来看这个水哦，这边水一样被岩浆块卷下来之后呢，它会往这个地方流，但是我们怕它破坏到红石火把，所以我们让它流到通水的室温陶罐上面。没错，但是因为室温陶罐是一格高，所以物品不会掉进去，它可以继续流到这个红石火把附着的冰块上面。这个流到冰是个好块上面之东西哦。后呢，继续流呢，流下来，遇到下面这一条水流。这条水流呢，我们为了怕它起点跟终点卡到物品，所以像我们一样用岩浆块把物品卷下去，然后用一样的设计卷过来，然后把它送到下一格主要水道里面。没错，那这上面呢，岩浆块卷下来，它也会透过单格水的方式流到这下面来，单也格水 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。YYDS。这个水道那接真的超紧凑的，一格都没有浪费。没错，它非常紧凑，每一格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创造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外观上的设计。这个冰砖就好，不用烂冰。我们可以看冰到最会软化。前面这一排跟最后面这一排用的是刚才跟前面一样的呃瞬间铁轨。但是到中间这一排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把瞬间铁轨放在这上面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移到最下面。有一点哦，挤，我看一下，底下还是很紧凑。用的一样是，瞬间铁对，轨，因为一样是瞬间铁轨，但一是这个呢，我个变形，们用的是不一样的活塞。一样的 QC。那这边呢，为了等材料呢，我用了一个红石火把跟平滑石头，不过当然你们也可以把它换成石块，没有问题。对，好东西。那这个玻璃绝对不能打掉。这个玻璃呢，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。如果你把玻璃打掉，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现在是没有玻璃的版本。那我如果更新它，会断动。但如果我现在把玻璃放上来了，它就变成一个很稳定的状态。它会受到更新，然后伸出，但它不会一直不断的一直伸缩这样子。换成史莱姆方块也可以哦，蜂蜜块的这部分。对，那这里呢，一样，其实跟刚才大同小异啦，但是方向不太一样。这边一样，它侦测到铁轨讯号传到这个平滑石头，然后只有这个活塞有一结合，然后就把这一排活塞一路更新过去，然后把这些堆肥桶推上来，推给比较器，再冲到红石火把塔，一路冲了上去。是真的很需要脑洞。然后一路冲了上去，因为它可以对，冲了两边，一条就两边，非常的优秀，所以又再对，紧凑一点。那你们如果想要建造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就是把中间这个部分不断重复的往那个方向一直堆叠，也可以往上堆叠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没错。那如果你想要往呃左右堆叠的话，
那你就是要盖更多的这个单位，不能是同一个单位。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堆叠，你的电脑会爆掉。这个事实上我们已经要跑，已经非常吃力了。我们可以来看看，就是剩3、4帧这样。赶快关掉，赶快关掉，关掉。等一下，我关掉没有对到。我点到了。我看到这边一样是用岩浆，一样是用岩浆销毁。但是你们如果做出一个非常快速的收集器的话，对，那换你。这边我一样用的是7格高，因为我一样用的是7格高，总共1120个线。就产量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远远超越旁边那个很巨大的机器了。好，那今天讲解终于要结束啦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不懂地方的？我想应该是有的。那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提问，或是到我们 Discord 的伺服器连接也在下没面，没错，问题哦。有任何批评跟指教也欢迎哦。然后这边所有的设计啊，都是我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，也没参考了错，很多厉害的使者，所以我会把我有用到的一些用到别人的一些设计呢放在下面连接。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在使用我的设计的话，那记得也是标注一下的，你希望标注什么？李丸子 YLUHE 底线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没问题的。